2026年8月9日，新加坡国家体育场，300架无人机在室内精准编队飞行，歌手从30米高空缓缓降落，162米长的巨型舞台承载着2600多名表演者的歌舞。这场以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为主题的国庆庆典，不仅是一场视觉盛宴，更像一份浓缩的成绩单。它展示的不仅是创意与艺术，更是新加坡在工程、技术和规划层面的硬核实力。而黄循财总理在国庆献词中那句“布局不只着眼于3-5年，而是几十年，甚至更长远”，则为这份成绩单写下了注脚。庆典上看到的每一项经验技术，背后都对应着新加坡未来10年基建的底层逻辑。时隔10年，国庆庆典重返国家体育场，这不仅仅是一次怀旧，更是对新加坡大型公共设施运营能力的一次压力测试。空间级工程，今年的表演舞台全长162米，最宽处达74米，是国庆庆典史上最大的室内舞台。舞台呈箭头形状，象征新加坡勇往直前。靠近箭头尖端处矗立着一座 8.5 米见方、高7米的 LED 表演塔，能将表演者升至离地约10米的高空。舞台配备6台舞台升降机和8个隧道出入口，这些数字背后是电力负荷、结构承重、应急疏散等一系列复杂的工程计算，包容性极标准。今年庆典邀请了超过2000名特需人士参加。国家体育场内的电梯、轮椅座位专区和有盖走道，让行动不便的观众也能舒适观礼。这不仅是人文关怀，更体现了新加坡基建的一个核心原则：基础设施的好用，首先是对所有人可用。国家体育场作为一座可容纳约 4.2 万人的室内场馆，其本身就是一个微型城市系统，供电、供水、网络、通风、安保、疏散，每一个子系统都代表着新加坡在大型公共基建领域的成熟经验。未来10年，随着更多大型综合设施的推进，这种集成能力将被反复调用和升级。国庆献词中，黄循财总理明确将北部区域发展列为重点方向，而交通基建正是撬动区域发展的第一根杠杆。全长4公里的新柔地铁系统预计2026年12月通车，连接马来西亚新山和新加坡雾兰北站，双向每小时最高客运量可达2万人次。这不仅是跨境通勤的便利，更是柔佛、新加坡经济特区的链接。围绕新柔地铁雾兰北站，新加坡正在打造占地35公顷的雾兰北岸门综合发展项目，相当于50个足球场大小，涵盖综合交通枢纽、工业和零售空间。预计第一阶段开发在2030年左右完成。海军部西路以南约 27.7 公顷的土地，预计从2026年开始分阶段展开清除和基建工程。玉郎集团将在此开发占地35公顷的综合用途区，作为柔佛、新加坡经济特区的北部门户。滨海市区线第2阶段延长线已颁发最后一份土木工程合同，工程预计2026年第3季度开工，目标2035年通车。这条延长线将从五级班让站向西北延伸约4公里，与南北线连接。与此同时，交通部已启动登嘉线和十里达线的地铁工程研究，2条线路计划合并为十里达登嘉线，贯穿北部、东北部，直至西部，覆盖雾兰、盛港西、登嘉、红山等10多个居民区。玉郎区域线也将在登嘉和蔡厝港之间新增一个地铁站。从跨境到跨区，从主干线到毛细血管，新加坡的轨道交通网络正在从覆盖走向织密。未来10年，地铁将成为重塑城市空间格局的核心工具。黄循财总理在献词中强调，政府将善用有限的土地资源，而长岛计划正是这一理念的集大成者。应对气候风险的物理防线，长岛是新加坡大规模的关键海岸保护策略，旨在应对海平面上升对低洼沿海地区的威胁。前期准备工程将于2026年底启动，第一阶段在乌洛码头以西海域进行，面积约570公顷，预计耗时约3年。第二阶段在乌洛码头以东海域进行，面积约155公顷，预计在2029年东南亚运动会之后开展。从防御到创造，长岛不仅是一项防洪工程，更是一次土地创造。未来这里将规划新的滨水住宅区、淡水蓄水池和休闲空间，
这体现了新加坡基建的一个深层逻辑：每一次应对危机的工程，同时也是创造价值的投资。正如当年的滨海堤坝，既解决了淡水问题，又创造了城市新地标。长岛也将把东海岸的海岸线重新定义。值得注意的是，长岛前期准备工程将至少离岸130米进行，东海岸海滩在整个施工期间保持开放。这种边施工边运营的精细化管理能力，正是新加坡大型基建项目的核心竞争力之一。今年国庆庆典首次呈现室内无人机灯光秀，300架无人机从观众席飞出，在中央舞台变换队形。但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幕后的工程解决方案，室内精准定位的技术突破。室内无法依赖 GPS 信号定位，团队在国家体育场部署了48个超宽带信标，通过无线电脉冲让无人机精准定位。团队还需避开 WiFi 等常用频段，防止信号冲突。国防科技局的项目经理郭庆伟指出，无人机灯光秀和军事无人机蜂群技术非常相似，我们应用的技术和工程方法也有助于提升新加坡武装部队的无人机能力。从娱乐到实战的技术迁移，这场灯光秀的本质是一次军民两用技术的公开演练。室内精准定位、蜂群协同、抗干扰通信，这些恰恰是未来城市空中交通、物流配送、应急响应等场景的核心技术。新加坡正在通过国庆庆典这样的民用场景，低成本、高效率的验证和迭代前沿技术。黄循财总理在献词中说，新加坡将因地制宜，适当地采用创新科技，确保他们服务人民、造福社区。在能源领域，政府表示会继续加强能源保障，并通过发行绿色政府债券支持可持续基础设施建设。未来10年，从智能电网到分布式能源，从地下综合管廊到数字孪生城市，科技与基建的深度融合将是一条主线。基建不只是钢筋水泥。黄循财总理在献词中宣布，政府将全面检讨如何在人生不同阶段更好地扶持本地家庭，细节将在8月23日的国庆群众大会上公布。这看似与基建无关，实则紧密相连。住房政策是最大的民生基建，从预购祖屋的申请机制调整，单身子女申购靠近父母的预购祖屋可获得优先权，到祖屋分类框架的改革，住房政策的每一次调整都在重塑城市空间结构。未来10年，随着北部大开发和长岛计划的推进，新加坡的住房供给地图将发生显著变化。社区设施是基建的最后1公里。黄循财总理在乌兰出席国庆活动时明确表示，我们会继续投资基础设施，继续投资公共空间。福春民众俱乐部重新开放，面积扩大超过30%，新增户外游乐区和社区广场。这类社区级基建的升级，才是普通人最能感知的基建获得感。今年国庆庆典检阅礼迎来了10多年来规模最大的民间参与阵容，参与人数超过1200人，其中包括首次由残障人士组成的队伍。这不仅是社会包容的象征，也印证了新加坡基建的一个核心理念：基础设施的终极目标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平等地参与公共生活。国庆庆典的烟花转瞬即逝，但烟花背后所折射的基建逻辑、国家体育场的工程集成能力、地铁网络的扩张节奏、长岛计划的超级工程视野、无人机灯光秀的技术储备、社区设施的持续升级，这些才是新加坡未来10年真正的基建蓝图。黄循财总理在献词中说，我们不仅要度过眼前的难关，更要在逆境中变得更坚韧，让新加坡在未来站得更稳，走得更远。从国庆庆典的舞台到全岛的工地，从加冷的烟花到东海岸的沙堤，这份坚韧正在被一砖一瓦的浇筑成现实。8月23日的国庆群众大会将是这份蓝图的下一块拼图。如果你想继续看这种从新加坡本土基建、城市规划和民生角度出发的深度解读，记得订阅频道，